2007年，济南闹市区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案。31岁的正科级女公务员开着警车行驶在马路上，座位底部的炸弹被遥控引爆，女子当场殒命，多名路人受伤。人们以为这是发生了恐怖袭击，而真相比恐袭还离谱。遥控爆炸的幕后指使竟然是女公务员的情夫，一名61岁的副省级官员。那个夏天把子肉都不香了，扎皮都断货了。济南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着这劲爆的剧情。本期 M2档案，咱们就来看看这场开创中国司法史先河的事件。2007年7月9号下班的高峰期，济南市区南北方向的建设路上车来车往，非常繁忙。5点27分，一辆浅蓝色的 Honda City 轿车沿着建设路往南行驶，在接近市工商局大楼时减速，准备向西拐进建新路。驾驶汽车的呢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是济南国土资源局机关党委的公务员，挂的呢却是警用车牌。建新路路口一个老太太坐在树下的小马扎上扇着扇子乘凉。一个男人走过来问路：“老师，前面是如意苑小区吗？”老太太回答：“很近，往前走走就到了。”问路男子是外地口音，虽然知道遵循本地的习俗，把不认识的人叫老师，却显得很生硬，神色也有些慌张。老太太起身指完路，就多看了他几眼。问路的人站在路边东张西望，然后呢掏出手机摁了几下，市井的平静瞬间被打破。只听得耳边炸起轰隆一声巨响，一股黑烟在路口腾空而起，蓝色轿车突然爆炸，驾驶座上的女人被炸成了2截，上半身被抛出30多米，落到市工商局大门口，血肉碎片最远迸溅到了建设路52号居民楼3楼和5楼的窗户上。一件汽车残片10多天后还挂在道路上方的电线上。人们的耳朵嗡嗡作响，脑子还一片空白的时候，只听得又是轰的一声闷响，轿车的油箱也爆炸了。正从旁边快速驶过的白色桑塔纳出租车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他的油箱也被引爆。在第3次爆炸的黑烟中，受伤的张姓司机连滚带爬逃了出来，眼看着火苗吞噬了自己谋生的工具。现场的浓烟足有40米高，一位姓韩的市民正在过马路，觉得身上好像被热风吹了这么一下，下意识的就抹了把脸，发现手上全是血。他身体的右半边从右耳到脖子再到右手膝盖都被烧伤，爆炸力强到好几栋楼的窗户都被震碎了，玻璃渣洒了一地。济南某都市报接到了爆料电话，记者小赵赶到了画面惨烈的爆炸现场，连忙打电话催摄影记者赶来拍照。结果摄影记者没来，却等来了热线部主任的电话，说：“小赵撤吧，这事儿咱们报不了。”财经杂志报道称，警方调取了案发附近工商银行的室外监控，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景，那就是别的车辆都在爆炸瞬间停了下来，只有一辆车快速离开。这辆对意外似乎早有预料的车中，是否就坐着案件的相关嫌疑人呢？在对目击者的寻访中那个扇扇子乘凉的老太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天事发现场，老太太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外地人他不看热闹，而是钻进一辆警车快速离开呢？老太太甚至记得那辆警车的车牌号，不是因为记性好，而是那车牌号实在是太好记了，鲁 A 2000警。汽车爆炸袭击惊动了政府高层，尽快侦破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公安部、省、市、区4级警务部门联合办案，准备打一场深水硬仗。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次的爆炸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实在是太多了。几位老刑侦一看现场，心里就有了判断。死者的尸体飞到30米开外，上身保持相对完整，没有灼烧痕迹，可以排除油箱或者是煤气罐爆炸的猜测，应该是炸药爆炸的结果。果然，警方从爆炸残余物中检验出了烈性炸药的成分。另一路警员根据车牌号确定了女死者的身份，她叫刘海平，31岁，济南市国土资源局机关党委的正科级公务员。死者的手机完好无损，里面有济南市局级以上官员的电话号码，而且与其中的一位联络甚为密切。更重要的是，一个女子的私家车为什么会挂上警用车牌呢？刘海平住在如意苑，案发时再行驶100多米他就到家了。警方破门而入，搜出刘海平跟一个老头非常私密的自拍，而那张脸
几名办案人员看了之后都倒吸一口凉气儿，这不是老段吗？老段，段义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是经常出现在地方新闻联播头条的重量级人物。可现在啊，他的名字正和汽车炸弹、情妇、警用车牌一连串的线索被捆绑在一起。刘海平的父母也向警方反映，女儿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哪天我死了，就是段义和干的。线索齐刷刷地指向老段，不过要惊动这位副省级高官，还需要更扎实的证据。鲁 A 2000警号车辆很快就找到了，离爆炸现场并不远，车辆不远处还找到了被损毁丢弃的手机和遥控器。根据这辆车，怀疑目标锁定在了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第3大队的副大队长陈志。一开始呢，没人敢相信一名警界骨干系统内的人居然和汽车爆炸案有关。但当技术人员在陈志的办公室检出硝铵炸药残留物时，所有的疑问瞬间转向确定。办案人员在寻访中确认，嫌疑人丢弃警车，搭乘出租车逃走，一路共换乘了3辆出租车。他熟悉反侦查的技巧，一路绕行更换路线。案发2天后，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局长亲自出马，在青岛成功抓获了陈志。如果再晚1天，他可能就会搭上飞往香港的航班了。面对审讯，陈志撂得很快，他几乎没有太多挣扎就供认出爆炸案确实是他一手操作的，而真正的幕后黑手正是段义和，也是他老婆的叔叔。至于那个向老太太问路的男子呢，则是陈志找来的帮凶。警方随即向全市的出租车司机发出了悬赏征集线索的信息，描述了在逃嫌犯的体貌特征，而这场追查一步步地把矛头指向了那个原本坐在权力高位，如今却即将坠入深渊的人。爆炸案发生后，段义和在2场公开的活动中露面，第一次呢还镇定自若，第2次就显得魂不守舍了。7月13号上午7点，也就是案发80多小时后，段义和在济南4星级酒店顺耕山庄被双规，轮班武警24小时看守，防止他想不开。从此啊，刘海平与段义和的畸形恋情即将被揭开。段义和出生于1946年，在山东齐河县潘店镇李营村长大，家里兄妹5个，父亲常年生病。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贫困家庭，拔草、喂牛、拾柴火。段义和的童年记忆就是各种农活，他的左手手背一直留有砍柴留下来的伤疤。上高中那几年啊，是他最清苦的日子，家里供不起饭钱，好心的老村长呢看不过去，给他一包地瓜干让他当饭吃。段义和红着眼睛背上书包，一路走去县里的中学。这一走啊，他走出了村口，走进了仕途。1965年，段义和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成为1966年高考废止前最后一届大学生，属于含金量非常高的老5届。中共17届中央政治局的25位委员，属于老5届的就有9位。大学毕业后呢，段义和被分配到天津764厂，青梅竹马的女友分配回老家齐河县。10年动乱结束的那一年，他费尽周折调回家乡，小两口终于团聚。寒门出身的段义和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没过几年，一双儿女也咕咕坠地。在外人看来啊，段义和生活美满，他与妻子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又一同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他们被国家的统一分配拆开，好多年里头人天各一方，却没有动摇团聚的强烈愿望。那时的段义和自然想不到，回到山东的他实现了火箭般的升迁，更不会想到权力让他背弃了夫妻恩爱的誓言，并最终毁了2个家庭。作为文革前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西安交大毕业的段义和在官场上非常受器重，他很快就从县城调入省委组织部，40岁当上正处长，此后每隔几年就晋升一级。1994年，组织派遣他到山东西部的聊城挂职地委副书记，他与妻子又分居2处。而这一次啊，他对妻子的感情没有经受住考验。在临近东昌湖的机关招待所，48岁的段义和遇到了18岁的招待所服务员刘海平。刘海平呢，长相漂亮，身材匀称，而且很会来事儿，于是就被指定为段义和的专属服务员，铺床叠被、洒扫清洁，连内裤都要帮段义和洗。老段呢，身高1.78米，上过名牌大学，谈吐不凡，而且乐于和女孩搭话。
年轻的刘海平对这位领导充满了崇拜，却没有距离感。面对这个平易近人的领导啊，刘海平经常用貌似批评却接近撒娇的口气说：“段书记，今天怎么又喝这么多？你喝酒太实在了。段书记，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天都凉了还不知道穿厚点啊！”这些话呀，让老段听了简直上头啊，比一经东昌府大曲还令人迷醉。后来的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第一次把这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姑娘拥入怀中，老段似乎找回了青春，也缓解了在官场勾心斗角的压力。1年多的挂职结束后，段义和回到了济南，他重情重义，利用权力和关系帮刘海平解决了城镇户口，安排进了聊城某电子集团，还在济南买了一套房子，作为2人秘密约会的场所。这段隐秘而甜腻的关系延续的隐蔽而又稳当。但是啊，随着官位的升迁，老段的想法就变了。从挂职归来到坐稳济南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交椅，他的世界呀，早就不是原来那样了。他吃菜，别人不敢转桌；他敬酒，别人不敢不喝。在这个显赫的位置，不管多迷人的女人，他都能搞得到手。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未来是星辰大海，不能让男女之间那一哆嗦的床子之事耽误了远大仕途啊！专门养一个外室，不必要，不划算，也不安全。于是老段提出分手。没想到刘海平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激烈，以自杀相要挟。这可能把他试图引爆的定时炸弹让他退缩了，他不想把事情闹大。2001年，段义和当选济南市人大主任，仕途又上了个新台阶。他把刘海平调到了济南，先后换了多家单位。其中有一个阶段啊，老段把小柳安排在济南市市中区的财政局，成为办公室科员，还准备突击提干。可惜啊，小柳只是初中学历，此路暂时不通。在小柳的死缠烂打之下，老段又帮他弄到了某行政学院的培训结业证，让他参加公务员考试，还从济南市人事局长那儿搞到了考题。一路通关之下，小柳就成为了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的公务员，而且很快来到了正科级。按照公务员法，即使是认可刘海平的假学历，那他从普通科员升到正科级，起码要10年以上。老段硬是把这过程给压缩到了2年。可以说这个农村小姑娘的晋升神话，比老段本人当年那寒门出头的一段经历更为夸张。刘海平呢，曾经在济南某街道办工作过。三联生活周刊采访到他的一位前同事，街道办人员就回忆说那个时候呢，他穿得很普通，平时骑着自行车上班，不怎么爱说话，看上去很文静。不过同事们惊讶的是，此后不久，刘海平就被调往市里的某个局，还获得了快速提拔。人们不禁感慨，还是得上面有人啊。老段呢，不只安排了刘海平，而是全家打包刘海平的父母一个进了发改委的下属单位，一个进了园林局，而他的妹妹呢，也成了工商局的公务员。对于段义和这种级别的官员来说，安排工作批个条子那都是小 case， 真正难搞的还是那个甩不掉的女人。她的欲壑难平，正在变成他政治生命里最危险的一道裂缝。段义和的妻子呢，其实早就察觉到了刘海平的存在，她隐忍着，也尝试做一些改变。2004年，供职于省立医院的他，把一位外科医生介绍给了刘海平，并促成了婚姻，寄希望于拴住刘海平，移情别恋。无奈的是婚后的小柳继续和老段保持着肉体关系，并不断的索取好处。在矛盾无可挽回之前，老段送了小柳2辆小轿车，至少2处房产。刘海平后来生下一个儿子，老段认为那是外科医生的种小柳却认定这是老段的。素来公摊面积不明确，产权不清晰，都无法给人安全感。目前的现状并不能让刘海平满意，他要与老段更牢靠的绑定，那就只能逼迫老段离婚，他要上位做正房。而段义和最怕的就是家丑外扬，影响仕途。于是他只好哄骗情人，再耐心等一等等合适的机会。2007年的年初，小柳住进了如意苑小区一套140平米的房子，老段送上10万元的安家费。如意苑呢，属于当时济南的中高档小区，房子在9楼，3室2厅2卫。邻居们对少言寡语的刘海平没什么印象，但对段义和可是印象太深了。这张国字脸好像在电视上经常出现怎么总是神色诡异地出现在他们单元的电梯里呢？
这些个好奇和猜疑的目光把老段烦透了，但刘海平却逼着他来打卡，必须隔1天来一次，担心他投进别人的温柔乡。山东省检察院的检察官印象很深，刘海平要求他早上起来先打电话，到办公室用办公室座机给他打电话，中午到宿舍里用宿舍给他打电话，晚上9点半的时候在家里还要偷偷给他打个电话。如果老段做不到，刘海平就摔锅砸碗，甚至割腕威胁。有时电话查岗，听到酒局里有别的女人的声音，刘海平就会大发脾气。某些场合老段还没应酬完，刘海平就限定他必须半小时之内赶到，给他全身按摩。段奕和，一个在外风光无限的山东政坛要员，面对小情人的哭闹，一度以下跪和痛哭求得原谅。如今的他早就没了老牛吃嫩草、金屋藏娇的暗自得意，简直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男宠，被一个小他30岁的女人彻底拿捏，屈辱无处倾诉。2005年，危机再次升级，刘海平的丈夫察觉到自己被绿了，态度坚决的要离婚。老段对小柳大发脾气，说了多少遍了，你就跟他好好过日子，你就是不听。老段很清楚，小柳的家没了，他老段的屈辱只会加倍。他实在是太累了，懒得伺候这个难缠的情人了，一度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没想到某天下班之后，刘海平直接把老段堵在了济南市人大办公楼门前，大声吵闹和质问。咱们能想象到老段那张国字脸的尴尬吧。2006年春节之后呢，老段决定摊牌了，结婚是不可能的一辈子都不可能。一番哭闹之后呢，刘海平索要100万的补偿金，得把他的下半生安排好，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20年前1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老段说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他念叨着这场孽缘付出的代价，我给你买车，给你全家人安排工作，如意院的房子前后也掏了80多万。而刘海平呢，只咬定一条，你要么娶我，要么再给100万。从后来法院的判决来看，段奕和当官那么多年，受贿的金额呢是169万多，另外有110多万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加起来不到300万。也就是说刘海平所要的赔偿几乎要一把要了他的全部身家。刘海平呢步步紧逼，他跑到有关部门告状，同僚找段奕和谈了一次话，让他处理好和刘海平的关系。又过了几天，刘海平直接闯进段奕和的办公室，拿出一份报纸要他看一看上面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去中纪委举报你包养情妇，你就等着撤职开除吧。掌握了法律武器的情人下了最后通牒，处分条例呢是6月1号起实施，他就命令老段6月30号之前解决遗留问题。他口中的遗留问题最终呢倒是真正被解决了，只是解决的方式完全不在他的预料之内。被逼到墙角的老段决心解决刘海平的问题，而且是彻底解决。他选了一个靠谱的执行人，那就是警队的骨干陈志。陈志呢是老段大哥的女婿，四川成都人，曾在云南省某部服役多年，在段奕和的操作下分配到济南市公安局，从普通民警升至治安支队3大队副大队长。2007年元旦过后，段奕和找来陈志，先是胡乱拉些家常，然后将刘海平的事抖露出来。这娘们儿太缠人了，必须得给他点颜色看看。陈志觉得呢，人命关天，不太敢出手。但是段奕和对自己有着大恩，还有亲情，要拒绝他张不开嘴。俩人躲在段奕和的书房里，就这么耗费了海量的脑细胞和满地的烟头，最后商量出俩方案。先试行第一个，就是制造交通事故，把小情人撞成植物人。陈志开车跟踪了几天，发现这刘海平活动范围都在市区，路上的车水马龙，这车速压根提不起来，制造交通事故的结果不可控，反而会暴露自己。于是就把这个方案给 pass 了。陈志转而提出找俩哥们儿抢劫刘海平，并绑架到外地撕票。段奕和觉得流程太复杂了，容易出问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陈志找到从事汽车维修的兄弟小陈，开门见山地说，有位领导想收拾一个女人，你能不能想办法在他车上做点手脚，让刹车失灵呢？小陈也受了陈志不少恩惠，28岁的他称40岁的陈志为叔叔。于是他就对陈志说，这人为事故和自然事故的现场情况不一样，很容易就能检测出来。最后两人商定，
在轮胎上割口子，让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爆胎，不就完了吗？这轮胎上割口子的任务啊，小陈其实完成的不赖，奈何那辆车的轮胎质量过硬，不配合任务。刘海平一路开车回家，安然无恙。后来他自个儿发现这轮胎有问题，就送去修理了。在这期间啊，老段就反复催促陈志，怎么还没得手？在电话里大骂侄女婿办事不力。直到一天啊，电视里爆破技术培训的报道在叔侄脑海里碰撞出了火花。陈志呢是工程兵出身，当年炸山炸石头最拿手了，炸个小轿车简直是小菜一碟。他觉得爆炸就能销毁证据，起火后现场还找不到有用的东西。端义河大学里学的是无线电自动控制专业，受美国大片里遥控爆炸的启发，这俩人就决定就这么干一票，站得远远的引爆，炸完了脚底抹油，不带走一片云彩。陈志对一位基层民警有恩，对方利用职务之便弄到了炸药和雷管。陈志负责研究炸弹，小陈负责研究遥控器，二陈努力钻研，终于 DIY 了一套遥控引爆装置。小陈买了一张100元的动感地带手机卡，卡号是13515311595，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打这电话号码就能引爆。为了检验这玩意儿是否好使，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二陈还跑到郊区试验了2次，用掉了2枚雷管，但都没放炸药。确认可以遥控引爆之后，他们剩下的3个雷管全部安装在了重达2公斤的炸药里。于是啊，一个长方形的手做遥控炸弹就交付使用了。粗略估算，2公斤炸药相当于是一大捆手榴弹同时爆炸，威力巨大，可以在泥土地面炸出直径2-3米、深1米的坑。而此时的老段啊，已经被小柳逼得几近神经崩溃了。仅仅是4月里的一天，小柳就连着打了他30-40个电话。电话响起，他心跳加速；电话安静，他更加恐惧。身处高位20多年，见惯了官场沉浮，可是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到无路可退。落网后的段义和啊，向一位办案人员供述说，有时候啊，我坐在主席台上，我也在琢磨着怎么灭了那个女人，让她从此就消失。机会啊，终于来了。2007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老段被小柳强拉着去济南银座索菲特酒店吃饭。他把这消息告诉了陈志，让陈志找机会把炸弹放到小柳的车上，在他回家的路上实施爆炸。挂上陈志提供的假车牌，两人就开车来到酒店。但小柳的车呢，距离看车人太近，两人找不到机会下手。第二天啊，段义和就把陈志骂得狗血淋头。当得知陈志7月9号还要出差去培训，老段实在是等不了了，明确了他的 deadline， 务必在此之前把事儿给我办成了。2007年7月9号下午，陈志开着那个牌照为鲁 A 2000警的警车，带着小陈一起来到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停车场。正是下班时间，停车场的人来人往，各忙各的，没人留意到陈志的行动。陈志用段义和提供的钥匙打开那辆 Honda City 轿车，把装有磁铁的炸弹藏在驾驶座下面偏左后方的位置。整个过程呢，1分钟之内就搞定。随后二人开车跟踪刘海平，伺机引爆遥控炸弹。结果没想到，这晚高峰路上车太多了，小陈跟了不到5分钟就跟丢了。陈志果断决定，咱不跟了。他们以最快速度赶到刘海平回家必经的建设路附近，守株待兔。小陈呢，在车外观望，确认小柳的车出现，他打电话告知躲在警车里的陈志，后者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咱们视频开头讲述的炸弹袭击的惨烈一幕随之发生。无论是官场老油条段义和，还是警界干将陈志，都被灭掉那个疯女人的目标弄成了失心疯。当晚7点，他们在段义和家中碰头，才发现这事儿闹大了，似乎也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神不知鬼不觉。之后去出差培训的时候陈志就知道这事儿已经捅破天了，他紧急跑到青岛，打算从青岛坐飞机逃到香港。11号晚上，陈志被捕，供出了段义和。不久，外逃的小陈也被抓捕归案。段义和觉得自己手上又没有沾血，对逃脱惩罚还心存幻想。被双规后不到2个小时，他就主动要了纸笔，似乎早已打好了副稿，在半小时内写好了坦白交代的材料，把自己描述成刘海平疯狂行为的受害者。段义和在审讯中表示，他原本不想置刘海平于死地的，只想通过制造一起交通事故使他失去思考能力，都怪陈志这小子下手太狠，
导致爆炸如此惨烈。他在法庭上辩解说我又不懂炸药，不知道炸药的威力，我一点也不知情啊。此时的老段只想卖力的做一个甩锅侠，先是甩给刘海平，再甩给陈志，而陈志则辩称自己对刘女士又无怨无仇的，这都是段义和指使逼迫的。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段义和还主动交代了专案组当时并未掌握的受贿犯罪，并列出一个行贿人员的详细名单。只不过他似乎低估了这所作所为的罪孽，甚至天真的以为不过是间接犯罪，还有自救的运作空间。而回应他的现实是，司法部门把案件由最初的故意杀人罪改为爆炸罪，这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案了。济南爆炸案的处理速度也开创了全国司法史的先河。7月9号下午案发，8月9号一审宣判，历时仅1个月。段义和犯有爆炸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宣判死刑。陈志犯有爆炸罪，也是死刑。小陈和提供炸药雷管那警察分别领受了无期徒刑和12年的有期徒刑。听到死刑宣判，段义和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刹那间脸色惨白，起身大叫：“我不服！”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一手操纵的这爆炸案，在政府的案件定性中包含了3个罪。1949年以来，性质最恶劣，影响最坏，蓄意爆炸杀人的涉嫌官员级别最高。生命的最后几十天里，段义和对刘海平的恨意仍未消散。办案记录显示，检察官问他：“你现在不是很后悔吗？如果让你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怎么办？”段义和咬牙切齿地说：“我现在就后悔用了炸药。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还得弄死他。”死刑执行令下达后，段义和又双膝下跪请求说，能不能用注射的方式执行死刑呢？2007年9月5号，段义和、陈志在济南被执行死刑。清脆的枪声为高官与情妇纠缠多年的爱恨情仇做了最终了结。段义和案也在官场引发了次生灾害。他在山东官场深耕近30年，是老资格的组织干部了。尽管他经济犯罪的金额不到300万元，放在今天简直与他的权力不对等，但是他一系列以权谋私的行为，还是牵扯出了一长串行贿受贿的名单，包括当年的山东省政协研究室主任、济南市人大环境委员会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区委副书记、济南市建委主任、济南市人事局负责人。段义和的儿子济南市人事局处级干部段斌代替父亲收了52万被双规。段义和的女婿平阴县委宣传部长尹建海也因违纪被双规。2007年7月18号，爆炸案刚刚过去9天，济南下了一场200年一遇的大暴雨，而此案在民间掀起的舆论风暴还远远没有平息。很多议论者不无遗憾地感慨，段义和习惯于以权力凌驾于众生，却又被自己的情妇踩在地上摩擦，折磨得求生不得。这位当年的天之骄子，在扭曲的官场里浸泡得太久，他的脑子似乎已经不太对劲儿了，失去了正常人的逻辑思考和行动能力。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因为私情而犯下如此轰动又愚蠢的命案，人们一度以为很难再被超越了。而事实上，人们那时的想象力还是太有限了。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视频李嘉诚与岳明楼已更新。湘江富豪妻子新年离奇暴毙，亲生儿子和父亲反目成仇，多年后爆料家丑一书难求。到底是陈世美为了小三逼死原配，还是精神疾病的折磨引发悲剧？而那个神秘诡异的港大建筑，到底镇压着什么样的恐怖秘密呢？欢迎大家加入会员频道，解锁更多高质量内容。常规节目精彩继续，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